本来已经睡下了，那么我最后扫了一眼手机，我们家孩子给我发来一条美国领事局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公告，它是针对全球的医务工作者。那么如果说有志于到美国来参与医疗救护的，尤其是对能够在抗击这次肺炎的过程中起到作用的医务工作者，美国所有的驻外使领馆都可以提供帮助，而且他们可以立即与美国驻外使领馆帮助。那么剩下来呢？剩下来就不用说了，对吧？有些人说，中国可能不会放行。大家不要忘了，今天白天川普刚说，今天晚些时间，他会和中国的习胖通电话。在这个时刻，你认为中国政府会阻拦吗？所以我相信，如果说你真是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重症监护或者呼吸科的，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在这一时刻赶上末班车，在中美真正撕开脸之前，你随时可以到达美国，只要你愿意打出一个电话或者发出一个电子邮件给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剩下来的事儿美国政府会帮你办。去年我就提过这个问题，美国一直在缺护工，是吧？护工、护士，其实也缺医生。但是即便是中国的医生，你到了美国来想做医生可能不容易。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这样一个档次你认为好像从医生做回护士，机会大把。因为在美国，护士几乎等于实习医生，除了没有处方权以外，他的权力不比医生小。而且人们对护士非常敬重，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医生基本上是相等的，只是工作方向不一样而已。甚至护士也有读博士的。那么因为在中国完成医学学业或者医学训练的你很难快速的在美国获得医生的执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哪怕是你原先仅仅是护士也没有问题，甚至语言各方面对你来说都很宽松，因为不是每个医院都必须要讲英文的，你有一些基本的绘画就可以了。这些培训非常简便。为什么现在会发出这种呼吁呢？因为在这次遍及全球的疫情中，医务工作者的感染比例非常高。美国本来就缺医疗护理人员，从护工、护士一直到医生因为他的寿命越来越长了，尤其是中西部州，他的待遇并不高，但是很稳定。这次我们看到了全球都在感谢医务工作者，因为他们正是在搏命。原先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医生或者是护士，甚至是护工，他们跟消防员一样，经常处于战斗的一线就如同在野战医院一样。譬如说城市里发生了火灾，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发生了枪击案，那么护士、医生、医务工作者他们要冒的风险会很大，不仅仅是高强度的工作，
其实也有一些感染、误伤，或者说在救助的过程中，因为疲劳会导致你精神和生理上的崩溃。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已经公布出来的医务工作者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10%。那武汉呢？武汉可能更多。在美国，尽可能的让我们看到对医务工作者的保护是相对比较健全的。即便这样，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医院，有一些医务工作者正在用垃圾袋做简易的防护服。正在查房的医生，他自己没有把握保护自己的安全。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华裔的医生，他在跟媒体宣告，他家里也有孩子，也有老人，他非常担心。我们知道，非常快的速度，全球都在动员，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一定会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防护服、口罩，甚至呼吸机的生产。困难都是暂时的，就如同2战一样，下饺子一般生产的军舰和每年几十万的飞机都可以制造。但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军官，尤其是远洋的海军或者是空军的军官，他需要训练的周期，没有足够的时间。武器装备可以造，医疗用品也是一样，哪怕是耗材再尖端的没有问题。英国刚刚公布的消息，他要在数周之内生产15000台呼吸机，已经用上了最先进的所谓的数字马达技术。那么对美国来说，几乎它的水平是一致的，不会有任何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来不及培养，或者说快速的培养一批非常有经验的医务工作者，所以前线非常缺人。他现在要的已经不仅仅是养老院里那种照顾老人的，而是能够在一线，最好是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医务工作者。全球各个国家都有向美国输送医务工作者的习惯。我们知道很多其他国家的医生，尤其是来自于不是很发达国家，那么你的医学训练不能在短期内获得认可，尤其是你的母语不是英语的状态下，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到了美国以后都会有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可能只能从社区大学、从康复医院、从护工、护士开始做起。但是这次完全不一样，这次的机会非常好。如果有人想赶上这趟末班车啊，倒不一定非要去考虑去造假，是吧？你说中国坐镇哪家强，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你可以说随便找主强，是吧？都有办证的。但是医务工作者这个行业，不说它非常崇高，但最起码它是在救人。你可以说水平不是很高，训练不是很充沛，但最好不要造假。这一时刻，你不用担心，那你一个人过来工作了，你的家庭孩子怎么办？美国政府既然能发出这种公告，他一定会做好后续的工作。而且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他非常重视家庭观念，只要你递出申请，
他一定会安排你全家都会到达美国。对中国有一些看不惯医疗黑幕，不愿意在勾心斗角的人事斗争中浑浑噩噩的过一生的，立志于解救病患的这些医务工作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上网去专门研究一下这条新的通告，我会把它贴在我视频的下方。但是我现在因为刚到家啊，电脑刚搬到办公室，所以我很难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会把我在推特的一条推文贴过来，因为推特上我可以发照片，而在视频下方我基本上不知道怎么去发，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发过来，希望大家能够去查证一下这条信息。我认为它是真实的。在这一刻，整个世界都缺什么呢？缺人。设备可以造，人来不及训练。不要有太多的担心。其实你今天做的事儿，你今天做的决定，会让你一辈子感觉到骄傲，因为你在救人，就如同当年的白求恩一样，你会在你的履历中写下光辉的一笔，甚至你可以跟你的孩子们去夸耀，你在这个世界最需要医生的时刻站出来了，因为你的付出一定是值得的。即便你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导致你自己也染病被确诊，甚至有可能会失去生命，但是你为你的家庭和你的后代带来的一定是荣耀，你不会死得不明不白。我们都知道现在武汉正在发放小盒子，是吧？7、8个火葬场在排队，每天发放500个，7、8个火葬场乘上500个，算你7个，一天就要发放3500个。他说他要发到清明节前争取发完。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共死亡才3000多个，一天就要发3000多个小盒子。2个问题：第一，死亡的人数能对得上吗？不需要你学数学，只要你手指头健全，稍微拨弄一下你就知道不对。第二个，死亡的医务工作者有多少？谁能知道？但是你在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即便你身染疫情被确诊了，甚至没有可能救过来，你一定要记住，你会被所有人记住，至少你会有一个墓碑，会有人给你献花。你到地球上来走一遭，你会留下痕迹，有人会感激你。其实你可以说服你自己，你救的一样是人，只是你得到的待遇不一样。我觉得在这一时刻，救谁都是救。为什么不做一件既有利于你自己的理想，又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子女？为什么不做这样的选择呢？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不一定成熟。做完这个视频，我可能就睡觉了。你有足够的时间想，你唯一不要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不放你走。在这一刻，至少在最近，他不会。西方正在非常顽强的保持和川普的友谊，他需要时间。
他需要让在整个中国，尤其是党内，看到他和美国现任总统牢不可破的友谊。所以你有足够的机会，不要忽视它。这应该是最后一波好的消息了。再见。